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好，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聊艺团的5位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波红。对待爱情，你可以简简单单，但你不可以随随便便。大家好，我是心理咨询师西大。爱情不是战场，而是修行的道场。大家好，我是严品红。爱不仅仅是彼此的凝望，更是看向同一个方向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。爱情这事儿暂时 DeepSeek 还解决不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曲伟。爱情像奶茶，可以加热、加温、加糖，但一定要去冰。爱情也是很多元的哈。现在人工智能也来了 ，DeepSeek 雷老师说了，解决不了爱情的问题。确实解决不了。如果有爱情方面的困惑，还是得来我们爱情保卫战哈，看看今天的情侣遇到了怎样的困惑，我们来认识一下。请开门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谢先生，38岁，来自河南，自由职业；陈女士38岁，来自广东，待业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们的婚姻遇到了什么问题？我以前在感情上犯过错误，但是他后来也报复我了，但他一直记着这仇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感情就一直从这坑里面爬不出来了。我们之前差点离婚，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选择继续跟他走下去，但是我发现他越来越不爱我了。你最看不惯对方的哪些缺点？他脾气特别暴，总是对我大吼大叫的，而且特别不尊重我，家里的大事都是自己做主，家里钱是我赚，活是我干，饭还是我做，他就负责添乱。他的性格就像个巨婴一样。哎呀，这感觉是新仇旧恨呢哈！好多年前出现过很严重的感情的裂痕是吗？对，以前在婚姻中这个也亮过红灯吧。方便说说犯了啥错吗？可以啊，来就来了，就说说嘛。我们是09年结的婚，因为是这样，我们俩是那个初恋，就是之前我们都没有彼此谈过恋爱，然后可能对异性有时候吧，可能会有一些鬼迷心窍。就是15年有几个朋友说要出国去泰国去旅行，那一阵刚好我们有时间，我觉得那就带他一起出去玩一下。在曼谷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无聊嘛，就打开那个手机软件，就加了一个附近的人，一个女的，也是上海这边过去的，然后就跟她聊上了，就聊得挺开心。然后过2天呢，我们一起转了地点去了那个芭提雅，跟那个女的聊，没想到她也在芭提雅，然后说聊着聊着，要不说咱俩见一面，认识呀，交个朋友。我就说那个可以，这事我得瞒着他呀，然后就跟他说跟那个几个朋友去吃个宵夜，我就去了。但是后来这事儿也不知道怎么就被他知道了。到那个对方酒店的时候，就他也在那，他就尾随我，应该是就把我逮住了，然后弄这个事儿就闹得很不开心。那怎么说？那我不尾随你，那后面发生什么事，那谁知道呢？这不也没发生什么吗？这就没有。对，没有。我想打断说一下，因为是这样子的，本来呢，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蜜月，啥都没有。本来这次是说好就是当蜜月去旅行的，那想想当蜜月旅行，然后结果他给我搞出这种事情来，那你觉得我心里能好受吗？那不也没发生什么吗？而且这个事情确实我是有错的。我也认错了，而且后面我也很诚恳的，也跟他保证以后不再去那个拈花惹草、开小差或者出轨之类的。如果有的话，那家里所有的东西、财产什么小孩全部归他，我就净身出户。我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认错态度嘛。我说要离婚了，已经去那个民政局了，然后他死活不肯。那他死活不肯，那这个坎就留给我了，我自己就过不去了。那你说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认错态度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过下去？那你后面就是脾气就变得很差，然后一点小事就跟我大吵大闹的，而且到后面他这个也变得很冷漠，对我不管不顾的。这个应该是到了转年16年的时候，无意中我就有一次趁他不注意看他手机，也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他跟一个异性朋友，应该是他那个一个同学一起聊天，很暧昧，暧昧到什么程度？老公老婆彼此就是这么去称呼，说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主持人啊，因为呢，我跟他结婚之前呢，我这个是属于学长来的，他就已经在追我了。那假如我要跟他有什么的话，我就不会再有跟你一起了，知道吗？然后后面呢，我不是说有这些事情了吗？我很伤心，然后我就会发一些朋友圈，然后他看到了，他就一直对我嘘寒问暖的，就问我发生什么事。然后我那段时间不是很难过吗？所以我就一下子我就把他当成一个输送的
一个点，我就什么都跟他说了。然后我们还会一起玩游戏，我们就是有这个爱好。可是后面不是被他发现了吗？女士，稍等，怎么从老同学变成老公老婆的？就是一个昵称。哎，不是女生，谁先提出来的？是专属称谓。这一点要搞清楚，老公老婆是非常严肃的专属称谓。那就当我是故意在报复他吧，我就是有意的。哎，这个男生他有家吗？没有，还没结婚。我就要离婚。我说既然咱这样，咱也别过了，咱们就那个就分了算了。就你不仁我不义，咱就散了。对呀，你这么既然跟人家这么亲热，然后你就去跟人家过嘛，结果他又不同意。那因为我当时我跟他聊天，我并不是想要跟他在一起，也没有想着要干什么，只是说我这个心里这个坎过不去，我就跟人家一起这样聊上了。那我也没想着要离婚啊。你都老公老婆叫了，那外面既然都是老公了，那要我这个老公干嘛呢？那就离嘛。就先生，你得知道你在外度假，约见别的女性，对妻子造成了伤害，有伤害对吧？对，这个确实是我。那妻子不管出于任何原因，报复也好，泄愤也好，只是这么一个昵称也罢，叫别人老公，对你真实的生活中老公有伤害，你承不承认？有伤害啊。好，到这儿行了，这事儿说完了。作为一个你们感情路当中的重大的坎坷啊，2根刺戳在这儿了，那后来这不也没离，没有过下去了？哎呀，我也想，反正。你俩是跟钱有仇呀？接下来又有些事，我就感觉他老是跟我对着干。到了18年的时候，我在那个做健身行业嘛，在深圳，然后呢，有个机会我就盘了一个健身房，2000多平米，然后就想好好去经营，因为我前面也一直从事健身行业，我就想把他也参与进来，我们俩一起夫妻嘛，一起同心，一起努力。我就主要经营管理，他呢就等于说是老板娘的角色，做那个财务啊管账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又出一档子事儿，就是他弟想那个做健身教练。因为他之前做其他的行业的，想做健身教练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那要他弟也过来上班，对吧？那我做一个经营者，做一个管理者，我一开始反对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本身我们是夫妻在管这个店，都有点夫妻档的感觉。那你如果把他弟叫过来，是不是就想那个家庭作坊？那其他员工、其他同事该怎么看、怎么去想这个事儿？他就不行啊，不依不饶，说那我们做姐的、做姐夫的就要帮他，对吧？就好像这个是天经地义的，就是一定要他来，而且还跟他爸妈说，他爸妈打电话给我。对吧？说那你就让他来嘛，对吧？你们都是做这个行业的，
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妥协了。我说来就来吧。来了呢，做一段时间，那他就跟我说，哎呀，他自己受委屈了，这里压力大，那里压力大，同事们对他不好了什么？对呀，那当然受委屈啊。是为什么？主持人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跟他不是从初恋开始一起吗？因为他是北方的，我是南方的，然后父母一直很反对，说家太远，然后父母也担心，父母就把我锁在家里面，导致我翻墙出去，跟着他，而且私奔了。所以这个事情私奔了之后呢，我父母一直没同意，直到后面我们结婚，我父母也没有来。所以他对我们家里面就是一直心里存着一个那个恨在那里面，他就觉得你想多了，我什么时候恨过？对他就是有意见，就觉得看不起他，然后现在就是有一点能力了，然后就把我弟搀过来怎么样？其实不是的，其实我是想我弟过来呢，一个是我们当姐夫的，对吧？帮衬一下，还有一个我就想缓和一下我们两家之间的关系，这我也出于好心啊。结果我弟来到我们健身房怎么呢？然后他不单只吃力不讨好，他还到处被人家说他做好了，然后就觉得是靠我们姐夫的关系做不好呢，就觉得他这样不好。然后我弟还因为这个事情一天到晚的失眠呐，头发一把把的掉，导致现在不单只关系没有和好，他还憎恨起我们。那我就觉得这个粉至到末了。这个本身就是这样，那你说下面他怎么相处，我也不太很清楚啊。那你说我对你们家恨，这怎么谈何说起呢？女士，你说一个姐夫怎么对妻弟不好了，让他恨上这个姐夫了呢？有一天是遇到了一个业绩的问题，本来正常的话是我弟的业绩，可是后面呢，就是有一个教练跟他争执，他为了息事宁人，就把责任全部又推到我弟身上去了，就把业绩都给了那个教练了。那我弟就很委屈啊，摆明这个业绩是我自己争取来的，为什么到后面，姐夫为了息事宁人选择牺牲了我呢？是不是？因为他是我小舅子嘛。那如果说我偏袒的话，我从管理的角度我难以服众啊，大家会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？后面这个因为经营也亏损，对吧？所以说后面我也没做那个健身房了，就把它又转出去了。所以说导致这些年我们这个经济各方面不是很好，就导致我们就是老是拌嘴，因为哪年这个健身房兑出去的？22年。那就是2年多3年了，没有做生意了是吧？对，就是不太稳定。我现在就属于自由职业嘛，就是跟朋友们之前的一些伙伴们合作，做一些小生意啊之类的，做一些事情。就是收入还是主要是从你这儿来，对，家庭收入。他就主要就是待业在家。在家是带孩子是吧？说带孩子，我孩子现在也挺大了，就是都已经15岁了，读初3了。所以说现在这个的家庭，我觉得我们不在一个频道，对家庭的这种责任来讲，不成比例，知道吧？就是感觉就是这个钱是我挣，然后甚至饭都得我做，然后他呢就感觉好像就是添乱，对吧？家里也很乱糟糟的，不收拾。我还那个拍了几张照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第一坨不是第一堆，那是一堆什么？衣服啊，那就是衣服。我们家衣服洗完之后就是往那一堆，就是不会。我以为这什么服装加工厂的布料呢。那我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呢？也和他当年情感出了问题有关。对，这个就是15年，听我说，我15年之前的话，我可不是这样子的啊。那虽然做的也不是特别好，可是呢，我还是有点条理的。那就是因为那个事情让我打击太大了，我就觉得他不爱我了。你这个都是借口，他的观念是什么？就是老公老婆在一个家庭，我既然嫁给你了，这个老公就应该对老婆就像宠公主一样，千依百顺，凡是哄着，逢年过节买礼物，然后就是你就养尊处优的啥都不干，这就是他的一个观念。那可是我也干其他事情啊，那我不是也扫扫地啊，晾晾衣服啊，喂喂猫粮这些东西跟我干吗？看看家里这个情况嘛，那这个是挺乱的，是挺乱的，对不对啊？而且他是什么？网购是一把好手。你说我倒不是说他心疼他花多少钱，就是搞得乱糟糟的。比方说，那个买绿植，看到这个想买，那个想买，哎呀，我觉得我买了心情好，买回来不打理，然后让它在那枯萎。那绿植它有个那个期限的吗？它1个月期限或者1、2个月它就自己枯萎了呀。OK， 然后看到那个想吃的，这个水果想吃，那个水果想吃，这个面包想吃，那个零食想吃，一样买一袋，一样吃一点，然后其他的全部往冰箱里一塞到那边。他说是给我们吃，我买给大家吃，你们不吃那坏了。你买那么多，一次性谁能吃完？结果过几天里面都是长毛了、发霉了。我做了饭啊，经常说这个不好吃，那个不好吃，又去买一堆零食，然后又搞得乱七八糟的。吃饭桌上放纸巾，放那个拆包装，乱七八糟放一堆，旁边就是垃圾桶，他都懒得往里面丢一下。那我后面不是也是我扔的吗？我只是说当时我先不想扔，你那么及时清理一下人？那你以为都跟工作一样，人心情会受到影响。打断一下夫妻两口子啊，你们俩当着孩子的面也这么吵吗？也会有，偶尔会。那会吵得很激烈吗？对啊，
他今天收敛一点了，平时在家很凶的。所以在家比较还严重。也就这样吗？他很凶的，在家里面，那孩子都怕他。所以说，这个孩子怕我，这都是他灌输的。啊，我们俩以前因为矛盾什么的，你看以前前些年发生那些事，孩子还小。他什么事都跟孩子说啊，都说啊你爸这个那个啊，那导致我哪以这样说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吗？我们之前那个闹离婚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跟孩子也因为我在我的观念里面，我的孩子他也是我们家庭的成员，多大你的孩子？他有知情权。15年的时候，孩子多大？5、6年级的时候我才告诉他的。你们把这件事情告诉孩子了？我没说。你有没有说自己呢？我们2个人都没说，只是说我们2个那个性格不合，就是我他反正就是什么呢？在孩子面前他就是个好人，他就不是这个当妈的样子，他好像是个姐姐的样子，就是什么孩子打游戏啊、玩电子这个看电脑啊，这个看视频啊，他就不管了。导致孩子学习也不好，那我去管一管，就好像我是坏人。你跟儿子说过你想跟他爸爸离婚吗？这个话你说过吗？5、6年级的时候有跟他说过这种想法，就因为我想让孩子也知道这个事情嘛。啥事儿？就知道我们可能要离婚的事情，我就担心就是不让他知道，就突然间让他知道，他接受不了。所以说我说你跟孩子有些说很多话不合时宜。那你作为爸爸，你缓和矛盾。对，当然我的脾气可能会有一点不太好，我就想着缓和嘛，想着多付出一点，为孩子创造一个和谐一点的一个家庭氛围。因此去年那个暑假的时候，我还带着孩子，我们还带着他，然后去了一趟西藏去自驾游。我就想通过这个长途跋涉的一个旅行。让我们长时间处在一起，能聊天啊，看风景啊，心情愉悦一点。吃喝玩乐什么都是我在操心，我在弄，他几乎什么都不管，而且丢三落四的我都忍了，我都顺着他，无所谓，对吧？但是感觉这个结束了之后，旅程回到深圳之后，我这么辛苦这么累，但是感觉得到的反馈就没有那种预期的那种反馈那么好。跟孩子聊说，感觉这个出去怎么样啊？孩子还说感觉这个也没啥意思，好像跟你们出去也没啥意思。那孩子为什么说没啥意思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一直开车的原因吧，我们就是这个路程有点远了，所以他脾气就暴躁，就更加的暴躁了。不是暴躁，一直在路上你那个暴躁就是我就对我们骂得很凶，骂骂咧咧的，然后包括去酒店也是，然后晚上睡觉之前也把我骂一通再睡。这个根本不是他讲的那样。先生，我稍微打断你一下啊，你可能认为你不是骂。啊，这个可能我们听起来也不见得就是骂，但是你们俩这种沟通方式，你从上场到现在啊，你那个分贝就没有一次像这个正常沟通一样，咱平缓的说话。当然你太太也没有啊，你俩就跟那个上了弦儿一样，我头越听越大，越听越大，事儿都讲完了是吧？对啊，所以说我现在就很苦恼。所以说你们俩来干啥了？就我就现在就很苦恼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个家该怎么去经营下去？啊，2个人都没有不过的想法吗？我现在是在这个边缘呢，我就觉得这个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这个家庭氛围这样，那大家都不开心，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对谁都不好，对孩子也不好，是吧？女士妻子啊，如果这个就调整不好你们这状态了，是吧？10年前的事到现在也没个调整，那真调整不好了，你丈夫说，那如果还是这样，咱们算了吧，对谁都不好，你同意吗？那我们。孩子都这么大了，那要离的话，我们那2年真的就是离了。就是你还是不愿意离，还是想捍卫一下我们这个家庭的团结，是吧？但是又没有一个态度出来。哎，你行了，你小点声说话，听懂了啊？我们问问这小年轻吧。我觉得挺没法接受的我挺带入那个小孩的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父母这样的话，我会非常难受的。其实2边都是会有点错，包括他孩子家中间也挺难的。初恋。加私奔，折腾的一地鸡毛。做男人的要经得起诱惑。男士很坦荡，当年在感情上的错误，我不说他痛心疾首，他是后悔的。在这样的状况当中，你是选择了原谅。你后来出现的事情，很显然。一旦夫妻的感情出现破裂，诱惑它就会趁虚而入。我不认为你就是拿这样的一件事情去报复自己的丈夫，是别人的诱惑来了，又加上这一件事情，它成为了一个混合体。你们2个人显然都错了，但是既然2个人选择了相互原谅，那就放下前嫌。所以你们2个人都需要反思，所以你们自己选。如果要改变，2个人都做出改变。如果真的不想过了，孩子也15岁了，
那就明明白白在爱情保卫战的场合说清楚，也是一个办法。二位，男方呢，通过这些总结下来呢，其实想要的是女方的一个态度，然后女方呢，其实更多的想要男方的爱，但是始终你们都没有搞清楚这个态度到底是什么，这个爱到底是什么，搞不清楚，也没法跟对方表达清楚。态度是什么？态度是你们有事情要商量着来，别总乱猜乱想，然后按自己的想法去做，尊重一下彼此的需求和感受。就像你们会来爱宝这件事情，这应该是商量来的结果吧，至少是双方都同意的，这就算是第一步。第一步的态度已经有了，而且我相信男方来这儿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说，哎，听听几位专家老师我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分，肯定不是，是想着看看我这个事儿还有没有解法，其实都还是想好的。然后关于女方需要的爱，爱它其实分了很多种层面，或者说它分了好几种语言。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需要的是精心的时刻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可能对方陪伴我，和我一起共同沉浸式的做一些事情，我能感受到爱。然后有一些人呢，可能对于赞美的语言比较敏感，比如说我老公能够夸夸我，哎，今天又变漂亮了，或者夸夸我勤快了，那我可能会感受到爱，然后我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勤快，而不是数落我说，哎呀，我不做家务我干嘛的，那我反而我就反抗，我更不做家务，恶性循环。可能这一点就是你们生活中的一个缩影。女方反复的在强调说，在家里啊，男方可能态度非常的不好啊，甚至可能骂骂咧咧的各种。其实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，包括通过我对你的观察和一些细节，简单的做一个分析呢，可能你是属于听觉型的人。人分了3种类型：听觉型、视觉型和感觉型。可能女方更偏向于听觉型加感觉型，当然这个可能不是很准确的，想要很准确的去测呢，可以到我的公众号啊，这个是免费测的。所以很多的情绪一些点，在女方那儿是加倍的，所以给你们支个招，很好使，就是你们2个人啊，也别吵了，也别当孩子面吵，你们有事啊发消息说，就发消息，发文字消息，嫌打字慢没关系，语音转文字。强度会减弱，强度会减弱很多，而且孩子不用跟着你们吵了，跟着你们听这个东西了。不光是为了你们2个人，哪怕为了孩子，也要去好好考虑一下这点。好，谢谢西大。如果也想找西大帮大家来解决情感问题的话呢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，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西大，添加关注，然后回复“爱情保卫战”5个字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粉丝专享礼，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。哎，你老公在就是出现那件事儿啊，那根刺之前，他会这样就沟通，天天都是大喊大叫吗？嚷吗？对，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肯定不是的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他走了。哎，对，所以是那婚姻的头几年他是忍得住的，是吧？对。所以他就像一键开启了那个大嗓门一样，这一键就是你心中的那个刺儿。这是他身上的一个钮。从那个之后，你们俩的夫妻关系，我觉得啊，不是你们不相爱，也不是犯了错你不能原谅他，而是从那个时刻开始，你们的模式就坏了，模式错了。再相爱，也是2个互相拿着枪的人，互相刺对方。我有个方法，分开一段，哪怕你去外地打工，反正你也兼职嘛，分开一下。你们已经形成一种惯性的这种你一句我一句，你骂我一句我回一句，10年了这个模式，你们已经不会好好说话了，当着孩子的面都毫无顾忌了，靠我们几个说几句话，你俩就好了，回去相亲相爱，每天老婆我爱你，老公你最帅，很难。不如把你们这种过热的状态冷却一下，不是让你们冷掉感情，是把这个运行的错误的但是又高速运行的模式停一停，把那个钮摁一下暂停，咱切换到另外一个轨道上，距离产生美，有点距离吧。女士，我给你的建议是，你孩子15岁了，也不需要你天天早起晚睡的陪他了，对吧？人家青春期的孩子有自己的判断了，旅行都不愿意跟你们去了，所以你的关注点，我觉得应该是你的自身。干嘛在待业在家呀？你也工作了那么多年，跟你老公也创业也打拼，自己做点事儿啊，也让儿子看看妈妈不是每天就盯着爸爸，或者陪着你，妈妈也有妈妈的人生。你们把彼此的注意力更多的关注到自己和自我发展成长上，能让你们现在这种激烈的模式停下来，换一个赛道，我觉得你们的婚姻还有得救。否则你们这样持续下去，3年以后，
就是你们婚姻解体的时候。儿子上大学走了，你俩更是天天你看不惯我，我看不惯你，更完蛋了。所以你们如果摸摸自己的心，感受一下曾经的情，这份情如果还在，就去找一个冷静的、缓和的方式继续相处。我接着雷老师的讲，女生你撒了一个谎，你的不开心不是因为老公做的那件事情，我们再往深里去想，你的不开心是因为你明明接受不了老公做的事情，但你却离不开，你不开心的是自己，你恨自己无能，为什么每次做的事情都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？你为了和他在一起，你违背了父母的意思，跳墙而出。你为了惩罚老公做的那件错事，你做了一件更加错的事情。为什么说更加错啊？老公的那件事有一个确定的答案，他没有成型。你的这件事情是没有一个确定性，老公会心里一直有一个结，你又无法自证。你明明想维护了自家和老公之间的感情，你把弟弟拉了进来，结果弟弟恨上了姐夫，你和老公之间又产生了更深的矛盾。你明明是一个弱势心态，你拉着自己的儿子做同盟，想让父子对立，伤害了儿子。这一件件你做的事情全都非常巨婴，你一直是在闹，一直是在用情绪来绞杀你们的感情，你却无力走出来，你好纠结，所以你不开心啊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彼此做的那件事情都是错的，对吧？能原谅吗？都不能，因为他的伤害不是一次，而是每一次你想起来之后都会有伤害。我们既然面向对方的错事无法原谅，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，认真记住，换一个角度，你们做了同样类似的事情，对吧？好，你能够原谅自己做的那件错事吗？老公，你可以原谅2015年你做的那件错事吗？
各自原谅自己做的错事，因为你们俩性质是一样的，互相捅了一刀，没有扯平，因为都受伤害了，没平。但如果你们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，在这个原则的事情上，你们的底线都一样，还能自洽，还能原谅，那就放过对方吧。放过对方就是放过自己，给彼此一个机会吧，继续走下去。好，你们思考一下婚姻继续相处的模式，好吧？休息一下，听听小情侣的故事。来，请坐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王，22岁，来自安徽；学生小李，21岁，来自安徽。带货主播，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怎么评价你们的感情？我们俩就是恋爱搭子，我在他心里可有可无，他对我冷冰冰的，一点温度都没有，我可伤心了。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恋爱的样子啊，时而有矛盾，我觉得挺正常的，只是他过于的自卑、敏感、多疑了。你希望你们以后如何发展？他再这么冷酷无情下去，我真的觉得我们俩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。但是我确实有点舍不得他。我是希望好好谈下去的，只是希望他不要老是胡思乱想。他对我付出也挺多的，我也不想有负于他。谁先说说呀？这怎么就变成恋爱搭子了呢？就是他一直对我冷冰冰的，一开始我以为他是慢热，后面我觉得他根本就热不起来。然后我朋友圈里面都有他朋友圈里面我的一张照片都没有，所以我就非常没有安全感。为啥不发？导师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平常是不太喜欢拍照的人，我也不太喜欢发朋友圈的人。他就不发朋友圈，他不是单独特殊针对你不发你，是他就不发朋友圈。但他平时去聚会的时候他发朋友圈呀。所以你觉得他不重视你哈？对。不发朋友圈算是冷，那还有什么事儿算是冷呢？就是他前段时间生病了，然后他发烧好几天，然后我都不知道，我最后还是通过他朋友告诉我说他生病了。他当时在考4、6级，我觉得我就发烧2天，我自己在家休息个2天就可以了。你怕他影响考试？对。哎，这种报喜不报忧的，自己身体不好都不告诉对方的，这一般都是妈对儿子吧？我要生病了，我也不跟我儿子说，我怕影响他学习。但是我作为她男朋友，我难道连这点咨询权都没有吗？我觉得我已经被他忽视了，就是被他隔绝在外。不，人家说了，不是忽视，是重视，怕影响你学习。我觉得他真的太敏感了。你敏感吗？你承认不？他每次都这样冷冰冰的，我不得不敏感呀，我不得不多想呀。如果他愿意跟我沟通的话，我会敏感吗？那你也和他的朋友啊，他朋友圈多接触接触。这不虽然没发朋友圈，但他朋友都知道了，不也等于官宣吗？然后你跟他朋友关系好了，他朋友自然会告诉你，哎，你女朋友生病了，他怕影响你学习，没告诉你，但我得告诉你，你这不就近乎了吗？可是他之前参加聚会啊什么的都会带我去，但自从他上班了，他都不带我去了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现在上班的朋友呀。导师是这样子啊，因为我之前是经常带他去，他总是一个人坐旁边冷冰冰的，我朋友找他说话他也淡淡的，那我找他说话也淡淡的，很尴尬。主要是他们说他们工作上的事我插不上嘴，但是我就想在他身边陪着他，我有错吗？就是其实你愿意不说话在旁边陪着。对，导师我觉得啊，因为我生活的朋友或者工作的朋友，他总淡淡的，别人尴尬我也尴尬。就当他是保镖嘛。你说我男朋友是个 I 人，不说话，戳在那儿不行吗？就是导师，我们俩虽然都在合肥，非常近，但是他工作他忙，我能理解。我上学也非常紧张，然后我们1个月总共也见差不多就1、2次，然后呢，我们俩见面总共2个小时，就一直在打电话，要么就是在发信息，就忙工作。我很搞不懂他为什么工作和生活他分不开，对我一点都不关心。我就是想，我都跟他见面了，我想跟他分享一下我在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嘛，然后我也想知道他在工作中发生什么事情，他都不跟我说，我真的很费解。这孩子委屈的呀，你就不能跟人家聊2个小时天吗？因为我的工作是带货主播，比如说我每次我可能需要新的货盘，我需要向上面人跟他沟通，得交流一下。那我可能包括我每天播个6到7个小时，我自己嗓子也很累。我觉得情侣之间就放松时候嘛。你想说是你很累了，包括现在你嗓子都有点哑，所以你想
对，就是不工作的时候就不想说话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可能说话没有那么多了。但是我想跟他沟通呀，因为我一个月就跟牛郎织女一样，就见那么几面。你不说你安安静静陪在旁边就行吗？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发生什么事。我这个人就是一个表达欲非常强的人，我想跟他分享呀。你心疼一下吗？他发生什么事情，一切工作都是透明的，你都看在眼里啊。他就是确实是忙呀。可是我经常给他发信息，他也不回我呀。我就想通过线下的时候，我能跟他多沟通沟通。我就想他把工作和生活的分开呀，不能把工作放在前面呀。我觉得我很没有存在感，我现在就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这男朋友说了嘛，咱俩1星期也就见这2小时，你就不能提起精神头，放下工作，把你那疲惫也收一下，也稍微对我有点热情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可能我自己性格可能是比较偏冷的。我每天直播6、7小时，可能看不了手机，因为我直播手机是放另外一个桌子上的，所以他可能这样联系不到我。哎，那你就这样说你要不也去做一下带货主播？你每天嗷嗷喊个7个小时，你也就不想跟我说话了。还有个岗位叫运营，你可以跟他配合。就他说一句，哎，对，什么请上就其实这一点你真的要包容一点你的女朋友，因为她刚入职场，尤其是她的这一个职业。他还真没有时间。那你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啊什么的，不跟男朋友分享一下吗？不分享。就前段时间就有一件事情非常让我难过，你知道吧？他换工作了，他都不跟我讲。就前2天，我想着我去给他一个惊喜，然后我准备了礼物和鲜花，然后我知道他6点钟下班，然后我在他公司楼下，我从6点一直等到8点，等了1、2个小时，我还以为他发生什么事了，我给他发信息，信息不回，打电话也不接。到最后，我还是从他朋友嘴巴里知道他换工作了。他不仅连工作换，他连家都搬了。你真的都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呀。这个女生要解释一下，这个对她来说真的是情何以堪。导师是这样的，因为我换工作，我觉得工作是我自己的事情。比如说我在这个工作可能不开心，对吧？我不太想把负面情绪，跟他一直在说。我觉得他上学挺忙的，学业压力挺大的。包括我搬出去的是因为什么？我就想我从父母家那边搬出去，我想自己独立一下。因为我朋友正好就可以帮我搬家，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。哎，你这个说每天直播6、7个小时，嗓子哑了，见了男朋友不想说话，想放松，我还多少能支持点你啊。但是你说你换工作呀、搬家呀、换地址啊，都不知会一声，这个还确实得让我们难免会觉得你可能是不是不喜欢他了？他总是觉得我 get 不到他的点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他就不想跟我说，我很想知道呀。啥点 get 不到了？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上次举一件小事情嘛，我之前买一个很喜欢的口红，那口红是限量版的，他需要抢，我想让他帮我抢一下，叫他朋友或者说叫他的同学一起帮我去抢一下这口红。结果他第2天还是第3天，我到家收到了一个路由器，我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这都能怪到我头上。他当时他跟我说话，他也不解释清楚，他也不说清楚，他就说你找你朋友帮我抢这个口红，很难抢。我当时就去想了，那你抢不到这口红，是不是你网不好呀？我当时还花1000多块钱给他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路由器，然后我就想从根本上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。这点他没有 get 到你的点，这个确实是没有 get 到，是吧？对，我觉得正常思维应该不会去选择。所以你就因为他不了解你究竟内心想的是什么，也不是啊，包括不跟他沟通啊。包括像我之后，我因为每个月我需要做个 PPT 嘛，月总结需要讲一下我这个月业绩，包括我这个月做了什么。因为我想我对象他学设计的嘛，我想他帮我美善一下，就是改成一个简洁大方的那个 PPT。我可能到时候当天晚上比较忙，我就看了一下封面，我觉得还可以。那时候第2天的时候，我上台讲的时候，给我 PPT 做的跟那个动画片一样，一会冒出来这个，一会冒出来那一个，背景音乐做的很杂，就是显得我讲那个我的重点都讲不清楚。这是真不怪我，你知道吧？当时他找我说他终于有事能够让我帮到他忙了，正好我也会，然后我想着我帮他锦上添花呀，然后我当时从10点钟一直做到3点，然后做完我就发给他了，他自己没看，辛苦了，反正是没有理会女朋友的意见。对啊，所以总结总你看你就问错人了吗？你下次找那个什么智能软件，人家肯定能 get 到你的点呗。确实，这个事儿也是跟我也有一点关系，我没有自己检查清楚。那么我们听到现在都是冷的时候，有热的时候吗？也有，就像我之前，我可能确实觉得我对他可能却比较冷，所以我觉得我请了几天的假，我想带他一起出去吃饭玩一下。我觉得情侣之间嘛，出去旅游其实也挺增进感情的。然后我选了一家不错的餐厅，我想我请他就一起出去吃个饭，一起聊个天嘛。
他就非要把他钱 A 给我。我在想，你情侣之间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。他结果第2天就把那个现金寄到我公司，我不理解他这行为，真的很不理解。就是老师，我觉得男生不应该花女生钱，有错吗？我觉得我是男生，我也有点就是尊严呀，你不能就把我惹生气了，就随便就给我个糖啥就把我哄好了。我只是想就是让他多了解我，然后多跟我沟通一下。然后我觉得我又不是小猫小狗，你随便给我一点好处，我就那个啥了。我真的没法理解他。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就上个月我们俩出去玩，我带他去北京玩，然后选了一家也是北京比较热门的一个餐厅，包括环境也是比较好。我精心准备了这么多，我带他进去，他一进去脸就大开了，我真的很不理解他这个反应，真的也很不理解他这个意思。为啥耷拉脸？我不是耷拉脸，你知道吧？当时他带我去北京玩，我当时可开心了，我当时还跟我的好哥们他们说，我女朋友带我去北京了，然后我还挺有面子的，我想他对我好好。当时他带我去那个餐厅，虽然那个餐厅环境很好，但他那个菜品确实一般呀，他自己都没有吃2口。我当时想着他对这个菜没有胃口嘛，我就跟他讲，要么咱们去吃那个北京的特色，就是炸酱面。他可能就以为我对就是他安排不满意了，然后他就觉得我在扫他的兴。因为我每次买东西他都想说2句，因为我干带货主播嘛，我每天也比较忙，播6、7小时，那我1个月可能挣个7、8千这样子。我想我存个几个月，我想买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我每次买，我没花我父母钱，没花他钱，他总要说2句我不开心的话。所以你看，女朋友说起这些来，情绪还是有的。他说我一直管着他，我根本就没有，知道吧？就是我觉得谈恋爱是2个人的事情，我想去磨合他，他也就是也得向我走一步吧。就他有他的价值观，我也有我的价值观。然后我就想当主播，一天要工作好多个小时，然后很辛苦，1个月工资也就7、8千。然后我就想，咱们也该未雨绸缪一下，就是咱们工资又不是1个月10万能买个1万多的包。我说咱们就不能就是太花费很多，我就想跟他表达这个意思。而且我只是在给他提意见，我又没有真的让他这样做，而且他不也没有做吗？那你觉得有扫他的兴吗？可能我当时语言确实有点不太对，但是我当时我就是想跟他交换一下意见。哎，你们俩其实讲了很多生活中的小细节的不同观点，2个人在感情上有很多不一样的价值观和认知，那这种情况怎么办？你们想过吗？可能我跟他真的不适合再走下去。你是想分手了？对，我想分手。那女生呢？我其实不太想分手，我觉得谈恋爱这事情有矛盾，我觉得挺正常的。包括就像他为我付出也挺多的，我也不想有负于他嘛。你不想分手有什么方案吗？就是以后也会多抽出点时间陪着他一起，但我也就希望他就是不要总是那么胡思乱想，不要那么特别敏感。所以还是有很多矛盾的哈，可能是性格，也可能是现在你们身份就是社会角色不同带来的一些隔阂。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啊？我们问问这对夫妻。他们的认知跟那个价值都不在一个点上。假如他们不相互在磨合，或者相互多沟通一下的话，那有可能就是面临会不那么好走下去。这姐姐说的比较委婉啊，就可能要分手了啊。这先生呢？觉得他们俩性格好像不太一样，就总不在一个频道。这个矛盾点就是我觉得在这里。就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，那是心往一处走，劲儿也往一处使的是吧？对，你俩像他俩这么大时候，那还是很热烈的爱着的吧？翻墙都要跟他在一起的哈。哎，回忆一下当年的美好啊！再想想你们现在还不如人家俩呢，人家俩不怎么吵架呢，你俩天天真的是针尖对麦芒一样。好吧，听听老师们的建议。男生认为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回应，无所适从，对，但是又心有不甘，对，又经常的在撞爱情的南墙。对，我就是想跟别的情侣一样嘛，甜甜蜜蜜的多好呀，但是他一直冷冷的对待我。但是男生，你有没有尊重相互之间的不同？他走上社会了，有一份工作，在职场，他只能全情的投入。你是在校学生，可能对社会上的这一些竞争还不了解。另外，就像官宣的这个问题，我们谈恋爱何必让天下人都知道呢？但是今天女生的这一些举动，你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冷，是因为初入职场，你痛苦的是他对你的不理解，甚至是对你的纠缠。
所以两个人透彻的说明白很重要。男生的这一种力不从心，我能够理解，他对爱情的评判很纯粹，很单一，同时呢也很幼稚。但是面对这样的一种误解，如果真有爱，我想你是需要主动的去化解这样的一种误解误读，去拥抱，去温暖，让他真切的感受到，我真的是为了这一份职业，我并不是降低了对你的爱。所以女生今天主动权在你这里，如果还爱这个男生，那今天你就表白清楚。先跟小伙子说一句啊，忙工作，有些时候真是不得已的，尤其是这个工作性质、工作内容，以及初入社会时间不久，很多时候没办法的。但是你说他真的时时刻刻都把工作放第一位吗？也没有，他也会想着计划，比如说带你，包括他精心准备的餐厅一起吃个饭，就是他把自己认为好的也给你呈现出来了，然后也在用心。其实女方也希望你对他能有更多的理解，并且认同他的付出一些。然后还有姑娘，你真的有太多事儿没跟他说了，就是搬家这件事情，你自己的男朋友都不知道，还是通过你朋友知道的，这件事情真的很让人费解。其实他想要的东西很简单，2个字，就是惦记。你有什么事儿，你稍微跟他说一声，哪怕你做完决定之后，你告诉他一声，让他知道一下也好。就是他卡在哪儿了？他卡在对你步入社会之后，对你很多东西不了解了，他觉得失控了，他觉得爱情不是他想那个样子了，这是你们之间的目前的一个鸿沟。但是小伙子也快工作了吧？啊，工作了就能理解了。我建议你们啊，就是暂且最起码不要分，至少啊，等你工作了，然后工作了，比如说有个3、5个月这种之后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分，啊，因为确实可能你没有步入社会，不理解他现在一个状况，哎，然后就是我能理解，你们可能1个月能见那么1、2次，啊，你的表达欲会有很多，希望在一起的时候2个人能好好说说话，但你的表达他应该不是没有完全给你回应，只是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敷衍，好像不那么走心，或者他可能觉得这会儿工作很重要，不重视你的感受了。其实并不是，如果说他真的就觉得工作重要，那1个月还见什么1、2次？见什么见？别见了。愿意见，也说明了很多的问题。所以2个人再好好磨合磨合，只是目前有一点阶段上的不匹配而已。好，谢谢西大。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，也想找西大来解决情感的问题的话啊，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我们去微信的公众号搜索西大，然后关注。那如果您回复了"爱情保卫战"5个字呢，就会获得我们粉丝的专享礼，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。说实话，就像西大说的，你们俩不在一个人生相同的阶段，其实。
力生长，也许有一个好的结果。我要是你，我可能就离开了，因为我根本找不到我在他感情当中的必要性。他生病不需要我，我都不知道；他搬家不需要我，我都不知道。然后呢，就是他的工作不需要我，7、8个小时之后他都不愿意跟我说话。他的情绪不需要我，我再怎么去努力，他的情绪都热情不起来。那他哪儿需要我？那我不是多余吗？所以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多余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跟他商量商量，我多余吗？我在学你的男朋友小王，请你直接告诉我，我的存在对你有什么意义？你的社交不需要我，我一言不发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告诉我我的存在有什么意义？毕竟还是谈了1年多的感情。我存在的意义就是我们2个谈了1年多。那也就是说，任何人跟你谈了1年多，这个人没有其他的意义以后，你都可以认为这是爱。然后我们2个情绪不同频，我很热烈，你很冷淡，我们2个沟通不同频，我们2个沟通的结果能够把口红变成路由器。你告诉我我的存在对你有什么意义？他就在找这个，我在你生活当中存在的必要性，我找不着，所以我觉得我像个搭子。所以，如果他没有存在的必要性的话，就算了吧，分了吧，因为你们连搭子都不是，你们根本就搭不上。谈恋爱得谈吧，至少需要用2个器官，一个是嘴，一个是耳朵。女生的嘴好像被焊死了，男生的耳朵好像被塞满了，一个懒得说，一个听不懂。所以你们俩在干什么？女生什么事情都不想去说，换工作、搬家，就连拽给男朋友，你帮我做个 PPT 都懒得去说我要什么，我要什么样的，没有分享欲，没有交流的这种需求。男生啊，在女方这边情绪失语的情况下，你共情能力是0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要什么，你不了解他，一直在追着他，他在跑。所以你们2个人根本就没在一个频道里的呀，你们俩搭不上啊，所以赶紧分吧，别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上。男生赶紧去忙你的学业，你也要毕业了；女生赶紧夯实你的工作方面的专业，因为你现在在面临着社会这个复杂，压力很大。各自忙有意义的事，总比在一个舞台上这分明是独角戏上去浪费时间和精力。老师们都指出了很明确的一些方向啊，但是未来何去何从是你们自己要去选择的。那我们请2组嘉宾都回到我们的门后，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。来，请回。好，看看我们第1组这个夫妻他们的选择哈。那我们这个要不要设一个前提呀？愿意冰释前嫌，缓和矛盾，好好沟通，一起爱孩子，好好过日子，咱就手牵手出来哈。他们一定会出来。哎，先选择用温柔的方式，彼此在台上说一段话，从温和开始，好吧？决定温和相处了，咱们就出来啊，否则你们继续吵吧，我们也管不了了。来，请开门。这对夫妻应该会出来。那肯定哈。你看，这还是笑着出来了吗？怎能不看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。别爆啦！抱一下，抱一下，多抱会儿，多抱会儿。
回家好好报，来请亮灯。哎呀，好了，更多温情的话留给你们回家好好说，好好相爱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老师们。不吵了啊！祝你们幸福，再见。好，谢谢，感谢。不用感谢我们，你还是牵着太太手吧，我们不用握手了啊！哎呀，搂着也行。这样啊。我们这对小情侣这还出来吗？我认为会出来，我还希望他们出来。啊，行，看看他们的选择啊，来，请开门。走了。这个不同频也不够爱的两个人分了也是好事儿哈。希望大家都能成长起来吧。也感谢5位老师的分享，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